我输了。我们最自信的波跟优婆罗难题的宝波比起来，好让人乐色。那房子和宝波是从哪里来的呢？说不定是强迫村人施舍得来的。如果真是这样，那可就糟了。今天呢，你就拿这个去托钵。你们呢，跟我走，我带你们到有钱人家去吃真肴。那太好了！看来大家是偶尔也想吃点好东西。就是这家了。这狐狸的东西。算了，我们到那家。怎么搞的？你真奇怪啊！真是搞不懂。我知道了，你为了要建房子，强迫大家捐钱出来，所以大家看到你就逃啊，对不对啊？他说的很有道理啊！如果这样，那可就糟了。果然是这样。可是责备他们不是我的工作。大家是，他好像有目标哎。这边，莫非他想向那个老女人托钵？我得了重病，每个人都不要我了，我快死了。不知道你是谁，找我有什么事儿啊？我是在尊贵的世尊门下修行的人，我是来请求你给我一点施舍的。向我托钵啊？是的，我希望你能够减少你自己的食物，发一发慈悲心，施舍一些给我。你说什么呀？以前我从来也没施舍东西给人家，更何况就想给也没东西。我一无所有了，没有东西啊！哎呀，你看起来很有修行的样子，如果有东西，我真的很想施舍给你，可是怎么办呢？哎呀，我眼前有的只有别人不要的东西，像是发酸发臭的米汤，哎，真是好丢脸啊！你这份心，最重要的就是这份心了。你拥有这份肯施舍的心，有那个帮助别人之心的人，这种人他就不是穷人。有羞耻之心，敢于反省自己的人，就已经是一个求道的人。而现在的你，已经具备这些心，那就是信佛的尊贵之人。
太感谢了，今天的用餐就到此结束。我拥有活到明天的力量了，这都是托您施舍之恩，谢谢您。是大家色，不多言而以行为说道，解脱烦恼痛苦的人的心，也以同样的行为教导你们。阿难，是，转告大家，从今天起，不可为了建立豪华的精舍，向人们要求过多的施舍，知道吗？是。还有，从今天起，不可像优婆难提那样，一个人拥有太多的钵，多余的东西都要舍弃。现在啊，不错。不准笑！世尊一直把大迦叶当作是好朋友，而不只是弟子而已。世尊内心其他弟子不知道的深处，只有大迦叶知道。两人间的深厚信赖与这段友谊，40年来从未改变。世尊80岁那年，把所有的教义传给了阿难，还有大迦叶。阿难听过世尊的所有说法，并且暗记下来，而大迦叶则有如世尊第二，亲自实践教义。佛教能够传到后世，大部分得归功于这2位，这也是世尊当初的用心。不久，世尊在居士那罗的2棵梭罗树间，最后一次躺下休息。正好在旅途中的大迦叶听到这消息，马上带着弟子赶到居士那罗。哎呀，喘死我了！哎呀，休息一下吧。哎呦！行者，请问你是从哪里来的？居士那罗。那么我请问一下，是不是曾经听到过有关我师父的任何消息啊？他已经在7天前走了。今天要举行葬礼，这朵花就是从那儿拿来的。你们何必这样悲伤呢？从今以后啊，他就再也不会命令这个命令那个。哎呀，以后呢，我们就可以自由了，这一下反而轻松了嘛，对不对啊？嘿嘿。对不起，我刚才说错了，原谅我，大迦叶，原谅我。原谅我，大迦叶，原谅我，原谅我。居士那罗方面，阿难等人正想点火烧棺，可是
怎么点都点不着。大家色来了！师父，我在这一刻已经重生了。从今以后，我将不再独自享受道的喜悦。我要如太阳一般燃烧自己，为了传播正确的佛法，到后世而努力。请你放心的去吧，我一定会遵照我的誓言，师父。烧起来了！世事变迁，世上没有不变的，万物由生到死，由死到生。在这荆棘中，我找到永远不变的生命。我的弟子啊，今后要以自己为依靠，以法为依靠。90天后，大迦瑟在七叶窟内聚集了世尊的500名弟子。其中也可以见到跋陀的身影，也就是现在的明见尼。优婆难提，你也进去呀？我可以吗？要是没有你和世尊，现在的我可能还像以前那个样子。只会是一个自己享受快乐的沉默的修行者。我之所以发愿要召集大家来编辑经典，优婆难提，你是首居第一功啊！对不起，谢谢你。就这样，大迦瑟得到了阿难等人的帮助。为了将法传到后世，开始着手召开编辑经典大会，也就是经典结集。大迦瑟和优婆难提2个人，应该可以说是一种逆缘吧。